乌克兰国防部长敏感时刻被拿下，布达诺夫将带来什么变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俄乌冲突满1周年之际，俄罗斯军队那边已经换了几任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普京对战局改善的趋势，似乎又有一定的无奈。与之相比的是，乌克兰这边似乎很少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不过，泽连斯基政府决心要玩一把大的，将现任国防部长换下，改由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接任。那么，泽连斯基为何要更换国防部长人选呢？目前存在着3种推测：一是俄军在巴赫穆特为主的顿巴斯地区的进攻正在让乌军陷入被动，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可以说是被动换人；二是布达诺夫的能力超强，是一位更合适的乌克兰国防部长人选，换上他是泽连斯基政府为达成下一阶段战斗目标而做出的临时换将的改变。第3种做法是原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因为军队腐败问题而被迫下台。要想判断乌克兰政府的意图，就需要我们了解布达诺夫这个人在俄乌冲突过程中的表现。看起来此人并不简单。现年37岁的布达诺夫于2020年8月5日被乌克兰总统任命为乌克兰国防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他不但是一名老兵，还对俄乌战局的判断表现出了惊人的前瞻性。布达诺夫对俄罗斯军队非常了解，从2014年开始，他曾在顿巴斯地区服役，并2次受伤。早在2021年11月，布达诺夫就预测了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的基本性质和时机。这一判断几乎是整个西方情报机构的巅峰。在俄军围攻基辅的时候，就是他提出了如何攻击俄军停滞不前的军用车辆的战术。随后的战局变化也如他所言，发展为阵地战和堑壕战。在俄军陷入被动并出现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他又发表了俄罗斯将如何使用核武器，乌克兰何时才能夺回克里米亚等见解。随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也没有影响到乌军的反攻。现在布达诺夫又给出了新的判断，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是在执行普京在3月份之前夺取领土的命令。乌军还在观察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击强度。那么布达诺夫上任后将会给乌军带来什么变化呢？其实临阵换将更大的可能是泽连斯基对当前战局的不满，希望通过换人来解决未来战局的困境。所以布达诺夫面临的压力将是非常大的。首先，如何接收、整合并使用好西方繁杂的先进武器就是一个大麻烦。当前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向乌克兰交付坦克、装甲车、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防空系统等武器，特别是美国首次援助了射程达到150公里的陆射小直径炸弹。这些武器如何使用，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后勤保障困难。其次，乌克兰在综合国力、战争潜力方面明显弱于俄罗斯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在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中获得优势？乌军将如何组织反攻，使用好宝贵的攻击动能也非常关键。为此，这位乌克兰的新任国防部长必须要给出更好的战略战术选择。除此之外，乌军还需要面对使用西方武器所带来的复杂影响，比如乌军是否要用小直径炸弹大规模的袭击克里米亚，这个问题就非常敏感。对于一场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战争而言，布达诺夫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俄乌战局。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对己方更加有利的消耗战战法，并能在局部地区打出优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俄罗斯军队在进步，乌军也在进步，谁能最终获得优势，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